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公的秘书姚娇娇更新了一条微博：谁家公司中秋节还得出差啊？酒店都满房了，还好有霸道总裁陪我过中秋。配图是一张穿着浴袍躺在床上的自拍照，躺在他旁边的男人露出了一个背影。有不少网友夸赞他身后的男人荷尔蒙爆棚。姚娇娇回复了一个害羞的表情，我冷笑，打赏了他这篇微博666块钱。没一会儿，姚娇娇电话就打过来了，哭哭啼啼说自己是无意中拍到裴允成的，没有挑衅我的意思。还没等我开口，裴允成抢过他的手机，带着不耐烦：许天真，娇娇刚入职做我的秘书，你阴阳怪气做什么？能不能别一天到晚的疑心病？说完，又转头温柔地对姚娇娇说：娇娇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他就是个神经病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凌晨2点，裴允成回家了。他推门进来的那一刻，我们面面相觑，谁都没有先开口说话。裴允成的目光转移到了满是外卖盒子的桌上，又夺过我手里的脆皮肘子和芝士泡芙，转身就扔进了垃圾桶。吃，就知道吃，再吃下去都要胖成母河马了。上次他这么说我还是在1年前，姚娇娇刚回国的时候，他在我面前毫不吝啬对她的赞美，转头就是对我一顿嘲讽，说我胖得像头母河马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吃了整整1年的减脂餐。见我没有说话，他把一套名牌塑身衣扔到了我身上：娇娇特意买给你的，你看看人家多有心。他说你要是还不接受他的道歉，他就把微博注销掉。我看着塑身衣的标签上写着凸显美好身材6个大字笑了。姚娇娇是懂得怎么气我的。裴允成看我笑了，以为我气消了，就把桌上的手机拿给了我。娇娇这么贴心，你不打算谢谢她？我没搭理她，继续看电视。许天真，你聋了？他一把拽起我，我一个重心不稳摔在了地上，好巧不巧，腰还撞在了桌角上，好痛。腰上的伤是7年前的那场火灾，我为了救裴允成出来，被倒下的房梁砸的旧伤。我痛苦地捂着趴在地上，疼得发抖。裴允成有些内疚地看着我，我去拿药膏过来。我抬头看了一眼他离去的背影，想要出声拦住他，却又忍住了。抽屉里那张 B 超检查单在里面放了3天了。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医生还特意嘱咐我，孕早期要保持心情愉悦，用药也要注意，尤其是外用药膏，千万要小心。我原本是想在中秋节的时候告诉他，我们家新添了一位小成员，现在想来倒也不需要了。裴允成着急忙慌地拿来医药箱，粗略地翻找了几下就停下了。药膏怎么没了？是不是？他话都没说完就闭嘴了。我看到了他脸上一闪而过的微表情，心虚之中还带着一丝内疚。我突然想起了姚娇娇在微博上回复网友的话，他是超级大暖男，我做饭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，他就立马拿药膏给我敷上。如果没有发生刚才的事，我一定会追根究底地问裴允成那盒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药膏，他是不是拿去给姚娇娇用了？但这回我没有拆穿他，我无奈地笑笑：裴允成，别再找了，我出去买。裴允成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：你这样子怎么出去？老实在家。我出去。话还没说完，他的手机就响了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就立马接起了电话。娇娇，什么事？电话那头传来姚娇娇委屈的哭声：裴总，我心情不好，在酒吧喝酒，
有几个陌生男人过来搭讪，要带我走。他们说我要是不跟他们走，就弄死我。裴总，你能不能来救救我？求求你！裴允成把医药箱扔到了沙发上，猛地站起身。娇娇，你别害怕，我马上到。裴总，谢谢你，不过你还是别来了，老板娘知道会生气的，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。她有什么资格生气？说完，他又冷冷地瞥了一眼蜷缩在地上的我。挂掉电话后，裴允成就急匆匆地要出门。裴允成，等等！我连忙叫住他。许天真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？手机钱包不拿，怎么去救人？我指了指沙发，他的手机和钱包就安静地躺在医药箱旁。裴允成看了一眼旁边的医药箱，愣了一会儿。我先去救娇娇，回来带你去医院。说完，他就急匆匆地出门了。天亮了，我还是没有等到裴允成回来，疼痛愈发强烈，我实在忍不了，才叫了救护车。在等救护车过来的时候，我刷了会微博，刚好刷到了姚娇娇新发的动态。她发的大体意思就是自己在酒吧被小混混动手动脚，裴允成及时赶到，为了救他，跟小混混起了冲突，还被小混混打了一拳。他觉得很感动。这条微博下面贴了一张姚娇娇满眼泪水给裴允成擦药的照片，还附上了一句：爱可以抵万难，也可以赢万难。评论区有条评论说，这么帅的男人在你面前，你都忍得住？姐妹，你性取向有问题吧？还有条评论也跟着附和，就是啊，要是他在我面前，我也会给他擦药疗伤，只是跟你的方法不太一样。姚娇娇发了一个得意的表情，回复道：急什么呀，他早晚都是我的人。这时候，又有一位热心网友发了条视频在评论区里说：哇，好巧啊，我也碰到你们了。视频里，姚娇娇哭得梨花带雨，裴允成一边教训小混混，一边抱着她往外走。他看姚娇娇的眼神温柔又心疼。我突然想起半个月前，裴允成喊了一堆人去会所喝酒。我到会所的时候，大家还没到。裴允成说公司临时有点事要处理，一会儿就来。没过多久，一个男人就走进来了。他是裴允成的合作伙伴，叫叶一帆。裴允成经常跟我提起他，说他年轻有为，接手公司短短2年，就已经完成了2轮融资，马上就上市了。叶一帆上下打量着我，朝我坐的位置挪得更近了。嫂子，你真美，比裴哥描述的还美。我一脸惊讶，刚要开口说话，就被他捂住了嘴巴。裴哥说你身材好，还特别听话。叶一帆一把扯住我的头发，强迫我靠近。他在我耳边轻声道：嫂子，你有多听话呀？我拼命地推他，想要挣脱出来。叶一帆似乎被惹怒了，恶狠狠地咬了我的脖子一口。见我没有吭声，又把刚点的雪茄按在了我的锁骨上。我被烫得生疼，使劲推开他，跑了出去。跑走到大堂的时候，正好撞到了裴允成和姚娇娇。裴允成好像没看见我一样，搂着姚娇娇绕过我走了进去。姚娇娇还特意回头冲我得意地挥手。她白皙无瑕的脖子上戴了一条璀璨夺目的心形黄钻项链。这条心形黄钻项链我看着十分眼熟，是裴允成在参加苏富比拍卖的时候拍下来的。他说等中秋节的时候送我，后来又说我太胖了，戴着不好看。直到半夜，裴允成才带着一身酒气回了家。许天真，你今天又怎么了？人还没到齐你就走了，你哪来的这些大小节脾气？面对他的斥责，我露出了脖子上的咬痕和锁骨上被雪茄烫伤的水泡。他大惊失色，走过来关心我：老婆，
疼不疼？这是怎么受伤的？我把在会所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他冷哼一声：“许天真，撒谎有意思吗？撒谎也不找一个像样的理由。叶一帆怎么可能看上你？是不是你用了什么计谋勾引他？”他拽住我的头发，把我拽到衣帽间的镜子前。镜子里的我蓬头垢面，眼睛哭得跟核桃一样。许天真，好好照照镜子看看，谁会看上你？看看你肚子上的肥肉，恶不恶心？说完，他就回了卧室。我跪在衣帽间，哭到了天亮。第二天，裴允成又送了我一条卡地亚钻石项链给我赔罪。我以为那件事会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记忆里，可今天看到姚娇娇微博评论区的那段视频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了当初裴允成看我时眼中的嫌弃和嘲笑。救护车来了，我被医护人员抬上了担架。在急诊室输液的时候，我给好朋友宋敏发了条微信：“敏敏，我要离婚了。”从医院回来后，我在家里休养了几天，本以为能就此消停一阵子，直到被一阵又一阵的手机铃声吵醒。我有气无力地接起电话，电话那头的裴允成声音冷冷的：“我来接你出去吃饭。”我还没应声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我想着离婚前跟他和平相处，便换上衣服出了门。看到我一脸疲惫的出来，裴允成才突然想起自己忘记给我买药膏了。吃饭的餐厅刚好路过医院，我先带你去医院。不用了，都过去好几天了，早没事了。他长舒一口气，我觉得也是，毕竟都7年了，就算疼也是你心理作用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对呀，都7年了。当初我用尽全身力气把裴允成推了出去，自己被倒下的房梁压在了熊熊大火之中，肋骨骨折了3根，尾椎骨骨裂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哪怕是一点小小的磕碰，都会疼痛难忍。我怕裴允成知道后内疚，从来没有告诉过他。那时我就留下了后遗症，而不是他所谓的被害妄想症。可是我们在一起7年，但凡他爱我、关心我，又怎么会不知道我疼不疼？裴允成一边开车一边给我讲那天晚上的事情。我把娇娇救出来后，娇娇受了惊吓，我怕她出事，就多陪了陪她。你不要乱想。我冷漠地看着车窗外，我没有乱想，她是你秘书，你多陪几天是应该的。裴允成似乎不满意我的回答，猛地踩了一下刹车，我的耳机掉进了车座底下。我趴下捡耳机，却捡到了藏在车座下的一条泳衣。如果是在半个月前，我一定会拿着这条泳衣歇斯底里地跟他发疯，但现在我只是笑笑，捡起那条泳衣放到了后座上。裴允成面露难色：“哦，这个呀，应该是娇娇上完游泳课不小心落在车上的。”我点点头，继续看着车窗外。吃饭的时候，隔壁桌的情侣一直盯着我和裴允成。见我发现了他们的注视，女孩走了过来：“你是不是姚娇娇微博里的那个霸道总裁？你本人好帅呀！”裴允成抬头看了女孩一眼：“你有事吗？”女孩有些八卦地问：“那你和姚娇娇是在交往吗？”裴允成看了看埋头吃饭的我，笑着对女孩说：“对，我和姚娇娇是在交往。”我朝女孩笑了笑，随即感到小腹有些刺痛感。女孩疑惑地看着我：“那她是谁呀？”裴允成脱口而出：“保姆。”女孩临走前还依依不舍地跟裴允成说：“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的，你们一定要结婚呀！”裴允成目送他们离开后，转头给我加了个冰激凌球：“老婆，你别在意。”娇娇微博里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视频系列现在很火，对公司的宣传是有好处的。你不知道娇娇现在有多开心。我如果在私底下拆她的台，
他会伤心的。我对他的解释毫无兴趣，我不在意，你不用解释。这时候，小腹的刺痛感越来越严重，我痛苦地捂着小腹，脸色也变得煞白起来。回家路上，裴允成又接到了姚娇娇打来的电话：“裴总，你能不能来游泳馆接我？我穿的有点露，不方便打车，求求你了，拜托拜托。”经不住电话那头的姚娇娇撒娇发癫，裴允成宠溺地笑了笑：“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。”裴允成挂掉电话后，握住我的手亲了一口：“老婆，我们一起接娇娇，这样你就不会乱想了。”裴允成，你不能去，我的肚子好痛，你赶快带我去医院，快点！他听到我的话后，脸色一下子就阴沉起来：“许天真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矫情？我怕你乱想，才想带你一起过去。没想到你跟我玩上了苦肉计，我没心思跟你玩苦肉计，快带我去医院！我没在开玩笑，我真的很痛，别装了，一点也不像。”我突然感觉到一股湿热的液体流出，我怀孕了，现在肚子很痛，可能是先兆性流产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去医院。裴允成并不相信我的话，他愤怒地看着我：“平时你跟我演戏也就算了，怎么现在连怀孕你都敢拿来骗我了？我们结婚4年，哪一次做过安全措施？这4年怎么怀都怀不上？怎么现在我要去接娇娇，你就突然怀上了？”他越说越愤怒，猛地踩了一下刹车：“给老子滚！滚！你不是着急去医院吗？又肚子疼又流血的，赶紧给老子滚！浪费老子接娇娇的时间。”“好，我滚！”我刚要下车，就被他一把拽住：“我真的不能对你太好，把你惯得越来越不听话了。我们离婚吧。”裴允成，他似乎是被我的这句话给惊住了。离婚？我点点头。宋敏已经帮我做好离婚协议了。他松开了我，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：“许天真，你真要跟我离婚？你可得想好了，除了我，没人会要你这种装腔作势的女人。想好了，再见。”说完，我便要下车。他见我要下车，猛踩油门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脚油门撞飞了出去。在路人们的尖叫声里，我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裴允成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鲜血在我的身下逐渐蔓延开来，像黄泉路上鲜艳娇媚的彼岸花，围着我一朵又一朵地绽放开来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了病床上。宋敏和裴允成的父母都来了，但裴允成却没来。裴允成的父亲气得发抖：“我怎么会有这种败坏家风的儿子？真是畜生！”裴允成的母亲也哭得伤心：“允成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儿媳妇都伤成这样了。”宋敏在一边淡淡地说：“许天真，我们报警吧。裴允成这是杀人未遂。”裴允成的母亲立马就坐到了我床边，摸着我的头发说：“儿媳妇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哪会没有个磕磕绊绊呢？允成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他一定会跟你道歉的。”宋敏刚要开口对他，我就拦住了：“敏敏，你去帮我买点吃的吧，我好饿。”宋敏点头应下，便出去了。现在病房里只剩下了我和裴允成的父母。我双手撑着床，艰难地坐了起来：“爸妈，我们要离婚了。”裴允成父母听完我这句话后，差点晕倒在病房里。天真，离婚不是儿戏，若你们离婚的新闻一出，对家里公司也是有影响的。儿媳妇，允成对你多好啊，你不能因为一时生气就做了冲动的决定啊！一日夫妻百日恩啊，对我多好！这4个字如同针扎在我心上一般，字字都疼。对我好，那他为什么没来医院看我呢？裴允成的父母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们想知道他在干嘛吗？说完，我从枕头下拿出了手机，
点开了姚娇娇的微博。姚娇娇的最新动态是跟裴允成的接吻照，还配了一句话：“爱你是我做过的最勇敢的一件事。”照片里的姚娇娇穿着泳衣，裴允成深情地吻着她的唇，看起来真是郎才女貌。裴允成父母看到照片后，脸都绿了。裴允成的父亲拿起手机就出去了。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结在这一刻。儿媳妇，我一定会好好教训允成，你能不能看在你们结婚那么多年的份上，原谅他这回？我叹了口气，阿姨，是裴允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，是他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如果您的女婿出轨了，你也会原谅他吗？我虽然自小没人疼爱，父母也死得早，但他们还在的时候，教过我分辨是非对错。我如果连这点都分辨不清，我对得起他们的谆谆教导吗？裴允成的母亲听完后沉默不语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贱人！裴允成踹门而入，朝我身上扔了一束白玫瑰。你胆子真肥，敢用苦肉计骗我爸妈！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离婚。走啊，允成！别说了。裴允成的母亲拦在了他身前。妈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在演戏，我太了解他了。我从病床上摔了下来，浑身冒冷汗，胸口憋闷的仿佛要窒息。宋敏看到后，转头就跑去喊护士。护士推了监护仪和氧气瓶进来，盖上氧气罩后，我才逐渐缓了过来。你们不知道病人有哮喘吗？宋敏瞪了裴允成一眼，不光不知道他有哮喘，还想杀人呢。裴允成呆滞在原地，他看我虚弱地躺在床上，脸上竟浮出了一丝内疚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有哮喘。我没有埋怨他，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。宋敏见我逐渐平稳下来，怒气冲冲地走到裴允成面前，甩了他一耳光。裴允成父母没有拦住宋敏，任凭宋敏发了疯似的打骂自己的儿子。宋敏把抽屉里的病历扔在了地上。裴允成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天真怀孕了，你不光没照顾好她，还想撞死她。不过现在挺好的，孩子也没了，她子宫也切了，不用再受你这畜生的折磨了。裴允成捡起了地上的病历，手微微的颤抖着，泪水啪嗒啪嗒的落了下来。1个星期后，我出院了。出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裴允成离婚。裴允成死活不签字，要么说公司最近事太多没时间，要么就说宋敏你的离婚协议书有几条不对。他说的是离婚协议书上的财产分割问题，我要求净身出户，可他非要补偿我。他明知道我不是拜金的人，却非要拿着这一点跟我纠缠。一会儿说要给我527万，我听出来527是我爱妻的谐音，便拒绝了。一会儿又提出要给我1314万，我也拒绝了。他觉得我拒绝了2次，一定是心里还有他，所以不愿意跟他离婚。我白了他一眼。裴允成，你有病吧？我说了不要你的钱，我只要净身出户。裴允成倒了杯茶给我。我知道你不图钱，但我记得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要创业，但是没有启动资金，你就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我这才有了第1家公司。原来他还都记得。当时裴允成年轻气盛，不愿意子承父业，非得自己闯荡，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。那时候我还是他忠诚的舔狗，自然是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所谓舔狗，还真是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我喝了一口茶，淡淡的问他，所以呢？他一脸真诚地说，只要你不跟我离婚，我把公司的股份分1半给你。我一脸震惊地睁大眼睛看着他。裴允成，你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？在车上
不是还愿意跟我离婚？在医院也说了要离婚，怎么现在又反悔了？你还是男人吗？他低下头，小声地嘀咕起来：“老婆，我是一时气话，我心里不是那么想的。你是知道我的，是吗？你不是还说我身材像头母河马，还说没人会要一头又老又肥的母河马？而你离婚后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这也是一时气话。”裴允成的头都快要低到地毯上了。对，那是一时气话，不是真的。我冷笑一声。那天他们公司开年会，姚娇娇盛装出席，很多公司员工好奇我的长相。裴允成抿了一口威士忌说：“没什么可好奇的，她就是一头又老又肥的母河马，哪有娇娇漂亮？”姚娇娇嗲嗲地挽着裴允成说：“裴总，你就给我们看看照片嘛。”裴允成宠溺地看着他：“你在我心里是最美，别看了。”他俩没想到这段话被人一字不落地录了下来，发给了在电梯上的我。我赶到宴会厅后，还被裴允成嘲笑了一番，怎么穿得这么低俗？说完，他牵着我的手落座。我翻着菜单上的菜品，突然看到了一处不懂的地方。我拍了拍裴允成：“老公，白松露和黑松露有什么区别？我要怎么选？”坐在一边的姚娇娇故意大声说道：“看来老板娘很少吃米其林，白松露可比黑松露贵多了。不过吃白松露可不能用筷子哦。”说完，他还朝裴允成飞了一个媚眼。裴允成略有鄙夷地瞥了我一眼：“不知道的就闭嘴，别给我丢人现眼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裴允成3天2头地带姚娇娇吃米其林。那天回家后，我趁裴允成洗澡的间隙，偷偷地打开了他的微信聊天记录。姚娇娇问他：“裴总，我今天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感觉老板娘不太开心呢？”裴允成回他：“没事，他一天到晚就那一副苦瓜脸。”姚娇娇问：“裴总，我知道这样说不对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”裴允成没有正面回复他，只是回了一个害羞的表情。我拿着手机冲进浴室里跟他对峙，他一脸惊悚地看着我：“许天真，你他妈的疯了！”我带着哭腔问他：“老公，你是不是爱上姚娇娇了？”裴允成关掉了花洒，拿起浴巾擦了擦头发，一脸痞笑地看着我：“对呀，我就是爱上她了。怎么，你想跟我分开？”裴允成，你没有心，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好啊，明天就离。离了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我倒要看看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一头又老又丑的二手母河马？我哭得撕心裂肺。裴允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裴允成无奈地摊摊手：“这样对你又怎么了？有本事离婚啊！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我这人就这样了，忍不了就滚。”他说的对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向来是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，只是舔狗舔久了，也就习惯了。他对我的冷漠伤害，我觉得那是高冷迷人。他忽冷忽热，我觉得他是欲擒故纵。抛下舔狗的身份，我才发现，过去的我一直活在对他的幻想里，是我用自己的爱给他身上镀了一层金光。我心意已决，打算搬出去住。他见我拖着行李箱出门，一下子挡在了我的身前：“别走了，如果你觉得我碍眼，我搬出去。”我看着后院里种下的一片薰衣草，它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地绽放了，站在门口都能闻见薰衣草的幽香。我叹了口气，还是等薰衣草花期结束之后再搬吧。裴允成站在我身后轻轻地说：“老婆，我要出国谈点事，如果我回来后你还想离婚的话，我们就离婚。”4天后，裴允成打电话过来：“老婆，我回国了，现在就在家门口，你能不能把门打开？”
裴允成前脚刚出国，我后脚就找人把大门和后门的锁全换了，没告诉他，更没打算告诉他。我淡淡的说：“我在蓝峰会所，你过来找我吧。”我点了一壶碧螺春，刚落下，一个身材火辣的女人坐在了我面前。坐在我面前的女人正是姚娇娇。裴允成出国的这3天，姚娇娇找不到他，天天在我家门口蹲守。我嫌烦，就打电话让保安把他撵走。他只好天天守在小区大门口等我跟踪我。姚娇娇看起来好憔悴，原本机灵有神的眸子突然变得灰暗无光。我给她倒了一杯碧螺春，她瞪大眼睛看着我：“裴总找你了是吗？他为什么不理我理你？”我无奈地摊摊手：“这你得问他呀，关我什么事？”姚娇娇挑衅地说道：“别以为你占着老板娘的位置很了不起，我跟你讲，像你这种年老色衰的女人，裴总早晚都会把你甩掉。”见我没说话，她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：“我比你年轻漂亮，还比你懂情趣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。今年裴总碰过你几次？”我点点头：“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那拜托你帮我跟他说，快点跟我离婚，然后快点把你娶进门。毕竟一辈子当地下情人也不是什么拿得出手的事情。”姚娇娇眼睛瞪得跟玻璃球一样圆：“老河马，你说谁是地下情人？”我叹了口气，悠悠地说：“我呗。”姚娇娇觉得自己下不来台，便端起跟前的一杯碧螺春泼到了我的脸上。我立马站起身，端起一壶碧螺春浇在了她的头上。姚娇娇被烫得哇哇大叫，想要冲过来打我，却被人推到了一边。“姚秘书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裴允成面露寒意站在一边，眼底燃烧着怒火。“裴总！”他拿茶水泼我脸，“好痛，娇娇好痛！”姚娇娇哭得梨花带雨。“我可没有，是他自己瞎编的，想要甩锅给我。我如今胆子也是大了，敢明目张胆地扯谎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裴允成竟然指着姚娇娇破口大骂：‘姚秘书，你是什么身份？自己没点数吗？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放肆？就算我老婆真拿茶水泼你，也是老板娘管教公司员工，理所应当的。”姚娇娇呆滞地看着裴允成，见裴允成没有要安慰自己的意思，便掩面哭着跑出去了。见姚娇娇离开后，裴允成坐在了我对面，他一脸严肃：“老婆，姚娇娇只是我的秘书，我跟她只是逢场作戏，我不喜欢她，我心里的位置一直都是你。”我一言不发，静静地等着他签离婚协议书。他点了2杯美式咖啡，又接着说：“一开始他诓骗我说要做一个新媒体账号，给公司新产品做营销，让我配合他做人设，我就配合了。很多东西都是剧本，我们2个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我可以发誓。”裴允成话音刚落，一阵雷声就响了起来。本来万里无云的天空，刹那间乌云密布。我不想跟他过多纠缠，但是他刚才说的那番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什么都没发生，你不喜欢他，是每天跟他分享日常，是他一个电话你就能抛下生病的我，立刻出现在他身边，是当着全公司的面侮辱我，赞美他，是他把自己的泳衣留在你车上，还是允许他在公众平台放你们2个的亲吻照片？如果这些都叫什么都没发生，是不是非得被我捉奸在床，你才会承认？他刚想开口反驳，就被我打断了。裴允成，我还以为你是过来跟我离婚的，没想到你还要用这些话来恶心我。我起身就要离开，他拍了拍桌子：“天真，先别走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”说完，他拿出了一张叠得皱巴巴的纸，我接过来，
发现那是我小学的时候许下的愿望。那时候，老师会让所有学生写下自己长大后最想做的事，别人都是写一行，而我写了满满一大张纸。裴允成笑笑，指着上面的字：“老婆，别跟我离婚了。上面的愿望，我一个一个帮你实现，好不好？”上面说：“你想去普罗旺斯看薰衣草，我们明天就去，好不好？”你还说想去学自由潜水，然后去塞班岛潜水，我陪你一起学，好不好？还有，你还说你想……够了，裴允成！我打断了他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你知道我之前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？裴允成摇摇头。我之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你。我淡淡的说。后来我如愿嫁给了你，但发现嫁给你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，所以我现在有了新的愿望，就是跟你离婚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裴允成，你不是说要帮我实现吗？裴允成没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，他重复地问了我好几遍，为什么要跟他离婚？过去不是一直都会原谅他吗？怎么突然就这么决绝的要跟他离婚？他怎么想也想不通。我突然想起了他对姚娇娇说的那些情话，淡淡的对他说：“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你年纪大了，而我不喜欢老男人，我喜欢年轻精壮俊俏的弟弟，懂了吗？”他竟想不出一句话来反驳我。等了很久，还是没等来他的签字。我找了宋敏陪我去法院办了离婚诉讼。离婚诉讼的章程很慢，过去了大半年，法院才通知我过去。我在法院门口看到了裴允成，还有挽着他胳膊小腹明显隆起的姚娇娇。看来这大半年他们也并没有闲着，反倒是进度条飞快啊。裴允成再次见到我的时候，又回到了之前的那副冷淡死人脸。姚娇娇一边挽着裴允成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扶着小腹，生怕磕了碰了伤到肚子里的宝贝蛋。裴允成人高腿长，走得飞快，姚娇娇跟不上他的步伐，再加上法院的瓷砖地又滑，有几次差点摔倒。我看着有点心疼，刚过去扶一下他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姚娇娇发来的微信：“天真大姐，你输了，我早就说了，母和马斗不过我的。”我抬头看了一眼姚娇娇，她正在门口等裴允成。见我看她后，她得意地拍了拍自己的小腹。我转身就要走，手机又响了起来：“你现在是不是要气死了？毕竟我现在怀孕了，你连子宫都没了，这辈子都做不了妈妈了，好可怜哦。听说没了子宫的女人老得更快。要不要我推荐你几个做医美的医生呢？”我如鲠在喉，回他：“谢谢。那我祝你这胎双胞胎儿子，二胎三胞胎儿子，三胎四胞胎儿子。”原本还想好心提醒他离裴允成远点，不要一时冲动搭上自己的后半生，没想到倒是我自作多情了，那就只能尊重且祝福了。从法院出来后，我在郊区买了一栋别墅，别墅的后院我很喜欢，足够大，种满了我喜欢的薰衣草。还没住多久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吵醒。我睡眼惺忪的起来，走到门口，门口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，她的眼神晦暗无光，但看着有些眼熟。许天真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没想到你藏到这里了。我一脸惊讶：“你是谁？你不记得了？7年前，我往裴允成的家里放了一把火，是你把他救了出来。我还记得你被那根房梁砸得好严重呢。”他浅浅地笑着，似是沉浸在那天的场景里。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7年前的那场火灾？我一直单纯地以为那场火灾是场意外。我被送进医院后，火灾的事情是裴允成的父母全权负责的。等我痊愈出院后，所有事情都妥善处置，尘埃落定。
我叫赵月莹，你应该有印象。赵月莹，我确实有印象，她是我们大学的校花，我见过她几次，明艳漂亮，多才多艺，印象很深，笑起来很甜很治愈，甜的仿佛能带走所有的不开心。我仔细地看着眼前这个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的女人，除了眼睛一样好看，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校花的明媚气息。赵月莹说，她是在辩论赛的时候认识裴允成的。他们第一次发生关系后，裴允成心有所愧，告诉他其实他有女朋友了。他想跟裴允成分手，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割舍不了对他的情感，他便放下了礼义廉耻，开始知三当三。2年过去了，赵月莹疑心病愈发严重，直至确诊了重度抑郁症。她想死，还想拉着裴允成一起死，所以才在裴允成的家里放了一把火。我呆滞地站在原地，原来从那时候起，裴允成就已经背弃了我们的山盟海誓，背叛了我们的爱情。对于出轨的人来说，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而裴允成的父母明明知道所有事，却始终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想起他们对我的嘘寒问暖，我突然觉得一阵恶心。赵月莹问我裴允成现在过得怎么样，我告诉他，裴允成已经有了新的女人，也快要当爸爸了。他带着哭腔问我，为什么我为他变成了这副不人不鬼的模样，他还能安然无事地躺在温柔乡里。我拍了拍赵月莹的肩膀，该走出来了，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，不值得，不值得呀，赵月莹，你值得更好的男人啊。赵月莹叹了口气，许天真，我可真佩服你，7年的感情说放下就放下了。我刚想开口反驳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第2天早上，电视和手机就开始疯狂播报昨天晚上发生的社会新闻。一个女人在医院门口拿菜刀砍了一对夫妻，一死一轻伤。我点开视频，看到了路人的第3视角拍下的视频。视频里，裴允成和姚娇娇站在医院门口争吵，姚娇娇刚要说话，裴允成就甩了她一巴掌。姚娇娇下意识地扶着肚子给裴允成下跪，哭着喊着求他不要离开。赵月莹背着一个大大的手提包出现在视频里，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了一把菜刀，一把推开了跪在地上的姚娇娇，然后她抬起手对准了裴允成的脖颈，顿时血如泉涌，路人们如受惊的鸟兽四散开来。赵月莹满意的仰天大笑，这一刻，她终于完成了7年前没有完成的复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